整体结论一句话，这台充电器把功率、协议和安全放在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，走的是稳态和保护优先的路线。米家私有协议的加入，让它在实际体验上明显更有优势。各位大家好啊，行家最近又整了新品高能 S140 Pro 氮化镓3口充电器。行家这个品牌嘛，它平时不怎么吵吵闹闹，但是你别说，人家是航天合作伙伴，还是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，就是那种平时不显山露水，结果底子比谁都硬的那类厂商。这回发布的这个140瓦多口快充，说是主打安全、稳定、高功率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玩意儿到底是真稳还是稳在宣传里？所以今天咱们不看海报，不听文案，直接上机测试啊！兼容性、快充策略、温度稳定性，一项项怼过去，看他配不配他自己的那几个大名头。很多粉丝说咱们好久没有测试线材了，我就顺带着搞了一根行家的 1.5 米的240瓦充电线，我们这一期顺带着把它测试了。灰色的包装应该是行家正在改风格啊，正面是充电器的概念图片，行家 logo PD 3.1 高能 S140 Pro，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吧。产品说明书一本，同时也是它的保修卡。充电器装在这个环保袋子里面。我们再来看这个线材啊，两头的金属材质为锌合金，编织线材带了一个硅胶的收纳扣，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收纳起来。整体线材柔软度还算是可以的。整个充电头太空银的配色，行家的 logo GAN Pro 140瓦的标识放在充电口的面板上面，整体是立体浮雕设计，非常有个性。充电头的尺寸厚度为33毫米，高度为65毫米，连折叠插脚的高度81毫米，整体的宽度为70毫米，数据线的直径 3.8 毫米，护道的宽度12毫米，高度为 17.6， 防折断部分一共是24毫米，整个线材的长度为 1.5 米，多了12毫米、13毫米的样子。充电头连线材连盒子一起的重量333克，去掉包装盒253克，单充电头211克，单线材42克。测试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。产品名称140瓦氮化镓快速充电器，型号为 HKC 14028050-0B1。输入规格它有两种啊，两种电压下它的功率是不一样的。200至240伏 CEC2 口最大功率是140瓦 ，A 口最大功率33瓦。后面是多口功率分配，我们后面再测试。100至120伏电压下 ，CEC2 口输出最大100瓦 ，A 口的话还是33瓦。下面是多口分配，制造商为深圳行家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制造。上面是认证信息，这个就没有限制非热带地区和海拔高度了啊。3C 认证，室内使用，双路绝缘，循环10年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3个充电口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这是 Type-C 1口快充协议，有高通 QC 2.0 5伏、9伏、12伏，华为 FCP 的18瓦功率，华为 SCP 的20瓦功率，三星 AFC 也是18瓦， PD 3.0 100瓦，小米90瓦。PD 3.0 点进去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玩100瓦。PBS 有2组，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设置。DCP App 2.4 2个基础协议。这是 Type-C 2口检测出来的协议的情况啊，跟 Type-C 1口是一模一样的。包括小米的90瓦私有协议，它也是有的。这是 USB A 口检测出来的协议的情况，融合快充33瓦。然后后面的安卓协议跟前面2个充电口一样 ，DCP 为基础协议。这个充电器2个 C 口都是有140瓦协议的，这是仪表的原因，它没有检测出来。这是 Type-C 1口启动了140瓦的 PD 协议，这是 Type-C 2口启动的140瓦功率，协议检测不准确，是仪表没有正确显示啊。这个行家高能 S140 Pro
它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支持米家的私有协议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它的快充兼容性啊。首先从米家的设备开始，首先是 Type-C 一口启动90瓦 Max 金标，最高的真实功率可以跑到74.5瓦。C2 口也是一样的啊，90瓦金标，最高的真实功率可以跑到80瓦左右，非常不错的功率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华为手机 Type-C 一口启动超级快充，功率可以跑到21瓦左右。C2 口也是超级快充，功率也是一样的啊，21瓦左右。A 口肯定也是超级快充，这个我们就不用试了。这部手机为蓝厂的 NEO10 Type-C 一口启动 PBS 快充，100瓦的 PBS 已经启动了，最高功率刚才飙到86瓦。Type-C 二口同样的启动高功率的 PBS， 最高功率同样是可以飙到80多瓦的，因为这个已经有41%的电了啊。这部为绿厂的新款手机 Type-C 一口启动超级闪充，这个是走的 PBS 协议，功率可以跑到25.6瓦。C2 口同样是超级闪充，功率同样可以跑到25.6瓦。A 口同样是超级闪充啊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。蓝厂和绿厂的设备，新款的3个充电口都可以启动快充，如果是老款的就用 A 口启动融合快充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绿厂的1加系的手机没有 PBS， 直接用 A 口。3星系的我们只看它能不能启动快充 2.0， 因为咱们这个是个老款的手机啊，新款的手机能启动 2.0 功率都会很高。Type-C 一口启动快充 2.0， 这个功率的话大家就不要参考了，因为它有5至11伏5安的 PBS， 这个是可以启动三星快充 2.0 的。C2 口同样可以启动快充 2.0， 新款的三星的话放心的用啊，可以启动高功率的快充。根据前面的兼容性测试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支持小米家的私有协议 PBS 的蓝厂100瓦快充，我们就采集这2个安卓的充电数据，然后再来采集苹果的 PD 充电数据。首先是米家的私有协议，这部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。这个小米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啊。前面1分钟为关机状态充电，充开机以后，这个瞬间的峰值功率直接顶到82瓦，坚持了10秒钟时间，然后就降到70瓦的功率，一共充了10分钟，这个高功率时段很长的啊。然后调整功率，后面就是平均功率大概在48瓦左右，一直充到 90%， 逐渐下降的功率直到充满电。给这一个 K70 至臻版完整的充电时间是28分钟，非常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啊。小米私有协议90瓦充电的温度最高的时候是42摄氏度，充电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18度左右。这部手机为蓝厂的 iQOO NEO10， 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们直接采集完整的充电曲线。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。这个手机充电高功率阶段集中在前面11分钟，最高的峰值功率跑到81瓦，后面就是64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大概接近5分钟时间，然后降到57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大概6分钟时间，然后降到41瓦的功率，充了3分钟左右就调整功率，调整以后它的功率又涨到60瓦，然后后面就是42瓦左右的平均功率，一直充到 90%， 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0到100只花了33分钟，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，给手机充电这些140瓦的充电器是没有压力的啊，最高温度40摄氏度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18度左右。采集苹果的充电数据之前，我们先来给它做烤机测试。这是140瓦烤机的状况，我做了2次啊。第一次烤机测试，它运行了36分钟，功率是138瓦的真实功率在输出，36分钟就关掉了功率输出。这个时候它的表面温度是在73摄氏度左右。第二次烤机测试曲线图大家看一下，也是138瓦的真实功率在输出，只输出了33分钟左右，关断了输出，温度采集线采到它的表面温度也是在73摄氏度左右。断功率的时候，我用热像仪也采集了3张图片，采集线附近 74.6， 这一面的温度为 73.7摄氏度，充电口附近87摄氏度。这个35分钟的140瓦功率输出，应付笔记本电脑的动态负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！而且笔记本的动态负载也不会有这种温度表现，即使有了，这个充电器它也会启动过温保护，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是这个充电器100瓦烤机的状况啊！我看那个温度基本上拉平稳了，我们就停下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100瓦运行的曲线图啊，真实功率是97瓦。一共运行了1小时30多分钟，很稳定的功率在输出。采集线采到表面温度最高的温度是73摄氏度。这时候我用热像仪采集了3张图片，采集线附近的温度为 75.4摄氏度，充电口附近的温度 83.8摄氏度，这一面的温度是 75.1摄氏度。100瓦的功率还没有停，还在继续的输出。
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采集这个苹果16 Plus 的充电曲线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4%， 我们直接开始充电。这个苹果手机已经充到83个电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这个曲线图走的是非常的标准啊，我相信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4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27瓦的功率，一共持续了14分钟时间。第二阶段是21瓦的功率，持续了8分半钟。后面是15瓦的功率，持续了7分钟。9瓦的功率，持续了5分钟时间，然后就充到 80%， 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。这个手机从 4% 的电充到 80% 的电，一共花了50分钟时间，很标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，采集线采到充电器表面的温度为 37.9 摄氏度，咱们室内温度19摄氏度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个行家高能 S140 Pro 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。我们现在做这个多口功率分配会分几种方式来给大家展现。第一种情况就是用3部手机来测试它的多口使用的情况。首先 C1 口，我们启动它的小米家的私有协议，启动的是90瓦 Max， 现在已经跑到70多瓦了。接上去以后迅速的切换功率，但是这个手机没有断连的啊，两个总功率大概在70瓦左右。我们再接上第3部手机，蓝厂这边的功率归零了，但是还没有断啊，后面功率它又起来了，3个一起的总功率都有跑到了100瓦左右。第二种情况就是3部 PD 3.0 的设备总功率不会超过140瓦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首先 Type-C 1口启动 PD 65瓦，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Type-C 2口，没有归零啊，没有归零就是没有断连，这边就跑到了真实功率37瓦。然后我们再接上一台充电宝，这边直接顺利的启动 UFCS 融合快充，3个一起总功率就是120多瓦了啊，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断连的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多部 PD 3.1 的设备，首先 Type-C 1口启动 PD 140瓦，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Type-C 2口，瞬间归零了，归零就是重新断连了，两个功率分配成65瓦加65瓦， PD 3.1 跟 PD 3.0 的切换都会出现断连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这是协议造成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A 口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接上的瞬间 Type-C 2口迅速切换，但是没有断连， A 口就启动 UFCS， 我们拔掉 A 口，这边也迅速的切回65瓦，没有断连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C1 和 C2 口在使用140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A 口，它就会断连一下，切回 PD 3.0 的100瓦，这边就是20瓦，因为总功率超了，它也会断连。我们现在这个测试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电能转换效率的情况。大家要记住这个规格说明啊，它是2种电压，2种不同的功率输出。240伏的时候，它最高是140瓦，但是在110伏的时候，这个最高就变成了100瓦。首先是110伏60赫兹状态下，它的待机功耗的情况啊，经过10多分钟的测试，这个待机功耗仅为 0.24 瓦。1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17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4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0%。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0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5%。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0.3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5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7%。45瓦功率110伏输出 49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4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9%。60瓦功率110伏输出 66.7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59.3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0%。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10.5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97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下，也是一样的10多分钟的测试，它的待机功耗仅为 0.35 瓦。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8.5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4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77%。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1.4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6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3%。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0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5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6%。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0.2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4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60瓦功率220伏输出 66.4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59.3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9%。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09.3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97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9%。140瓦功率220伏输出 152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37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
90%。我们马上就对这个充电器做文波测试，这是各位老铁们最关注的数据啊。测试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线材的基础数据吧。这就是这根 1.5 米长的编织线的内部芯片信息啊。被动型数据线方案的话，我们后续拆开看芯片。供电能力50伏5安240瓦 1.2， 这是线长延迟的数据。速率规格 USB 2.0。下面就是这个线的版本信息。这是这根线材的线组情况啊。1.5 米长，132毫欧，这个层级的话还是可以的啊。线长是1.5米的。关于这个线材的压降值，我们测2个电压档位，15伏和20伏。15伏1安的压降值大约是 0.13 伏，15伏3安的压降值大约是 0.38 伏的样子。20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3 伏，20伏3安的压降值也是大概 0.38 伏的样子。首先我们来测试 Type-C 一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29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21.6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8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7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9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2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4.5 毫伏，平均文波23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7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2.8 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8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5 毫伏左右。14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34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3.9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Type-C 二口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35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20.7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46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7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48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9 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46.2 毫伏，平均文波 22.7 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48.4 毫伏，平均文波22毫伏左右。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1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3.5 毫伏左右。14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2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24.1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USB A 口文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53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46.2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54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50.1 毫伏左右。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58毫伏，平均文波 52.1 毫伏左右。兄弟们，测试片到这里，我们把行家高能 S140 Pro 140瓦氮化镓3口充电器的核心表现基本摸清楚了啊。先说兼容性，它对主流设备的覆盖比较全面，小米的90瓦私有协议支持 ，vivo 100瓦 PPS， 同时还支持 UFCS，OPPO 也能支持33瓦的公版 PPS 和融合快充，华为公开版协议能跑到 22.5 瓦。再说实际充电表现 ，PPS 这部分体验是比较稳定的，小米的90瓦 ，vivo 的100瓦，充电曲线都很标准，而且测试中充电器的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，日常使用的体验感比较友好。苹果这边表现也正常，16 Plus 的 PD 充电曲线4阶段非常完整，属于按规矩走的那种。多口分配，我们实测3口同时用，总功率在140瓦以内，能够稳定运行，不会断连。总功率超140瓦或者出现不同版本的 PD 协议混用导致断连，这是属于正常的功率管理逻辑。重点说一下它的烤机表现，100瓦 PD 烤机下，这台充电器可以连续稳定运行1个半小时不断功率，整体温度在75摄氏度左右，接口在80摄氏度出头，整体在可控的范围内。140瓦极限烤机可以稳定运行30多分钟，然后触发保护关断，这个表现更像是厂商主动设定的保护策略。效率和文波方面也交代一下，110伏、220伏，效率水平整体在线，待机功耗控制的比较低。文波测试3个充电口 C1 和 C2 都是在30-40毫伏啊 ，A 口在60毫伏以内，在国标限值内属于表现非常好的那一类。购买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是多设备用户，尤其是小米、vivo、OPPO 以及苹果生态的全家桶用户，日常主要集中在60到100瓦区间使用，这台体验非常舒适，可以作为桌面主力的多口快充来考虑。如果你是荣耀、华为高功率用户，或者希望长期把140瓦当常态功率使用，建议结合自身的需求再来做判断。
整体结论一句话，这台充电器把功率、协议和安全放在一个相对平衡的位置，走的是稳态和保护优先的路线。米家私有协议的加入，让它在实际体验上明显更有优势。测试篇就到这里，更深的电路与设计思路，咱们留到拆解篇把细节讲透。测试为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仔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